大家好，在这一系列的节目中，我们会跟您分享三退义工在打电话讲真相中发生的真人真事。在开始前，我们先从一个古代故事说起。在冬季末年，有一位和尚，他叫道生，因为坚信众生皆有佛性这一佛理，无法被当时的同门所接受，所以就被大家排挤，赶出寺庙。后来到了苏州虎丘山，看见遍地都是石头，于是就把石头收为徒弟，开始对着石头讲经说法。没想到在听了道生的讲法后，一颗颗在地上的石头竟然点头表示赞同他讲的法理。这就是后人流传的一个典故，叫生公说法，顽石点头。这个意思是道理讲得清楚透彻，让人听得心服口服，即便是顽固的人也能被打动。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现代版顽石点头的故事。前不久，有一位中国大学生一连接到好几个大法弟子讲真相的电话，告诉他天象大变，天灭中共已来临，退出中共组织才会有未来。但是他始终坚信中共宣传的消息。在面对长期受到中共的无神论洗脑教育，只相信中共那一套说辞的年轻大学生，大法弟子又是如何打破他那顽石般的固定思维呢？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喂，你好。喂，你好。哎，这先生很高兴啊，那个打电话来就是想给你互通一些信息啊。你看现在那个疫情又起来了，其实是很严重的。我先说美国和西方啊，他们实际上这个疫情现在是缓慢的下降了，已经那个见顶了。但是呢，这个医学家们一点都不乐观。喂，你好。你请讲，请讲。那个，你们今天给我打了3个电话了，下午是一个那个东北的大姐啊。是吗？你这，哇，那你太有福气了！我觉得那你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哦。不是，等一下，你稍等一下，就是我想问一下，请讲。你们是一个机构的吗？是不是一个机构的？这个不叫机构哈，我们就是三退义工。那很多全世界三退义工太多了，遍布那个很多国家，就是说他这就是。我听你的口音，你好像是福建那边的是吧？哇，你好厉害哎！我在福建待过，但是我祖籍不是福建的。哇，你太厉害了。那我就是其实没关系，我们很轻松的互通一下信息。就为什么就是这个他非常担心呢？就是因为这个病毒已经变异，它的这个传播力和危害已经是原来的10倍。所以说呢，他们这个预测呢，所以这个卫生组织就根据这个西方的这些专家的预测，就发布了一个警讯，疫情即将来到，就这个。但是你看中国，就是这个钟南山他就公开对中国人民安抚嘛，就是不会的，我们中国不会有疫情。然后又搞了一个什么白皮书3万多字，就是来那个吹捧他那个什么抗疫的什么伟大里程怎么样？结果刚话音还没落。那个北京立马成了疫情这个发源地了，所以我就是这个好像是那个瘟神故意打脸一样啊！但是我告诉你，真的就是要小心。这时，年轻人静静地听，没吱声。三退义工谈起国内封锁疫情消息，上层用掩盖欺民的手段，并宣传抗疫的伟大。没有多久，谎言就被戳破。这场袭击全球的疫情，就像是一场瘟疫的降临。其实古代预言家早已警示人类将有大难，他们的预言是否都应验了呢？为什么呢？就是你看这个刘伯温的这个预言呢，他就说什么天有眼地有眼，人人都有一只眼，天也翻地也翻，逍遥自在乐无边然后他就说贫者1万留1千，富者1万留2山，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在眼前其实他这个已经就明确的就预言了这次疫炎的爆发和疫炎爆发的时间，这个瘟疫爆发的时间。
其实我们也可以解读出它很多的天意，比如说死期在眼前，但是我回心转，是不是还是有就是说度过劫难的可能性？而且他们就是包括地母经啊，还有包括刘伯温的很多这些预言，它都同时预言了一个，它并不是人类的终结，并不是像这个以色列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他说，如果疫情发生可能是人类的终结，但是他们这些预言不是这样说的，包括有功能的人，他们说这是上天在清理人类啊，那劫后余生的人非常的就幸福安康，社会环境这个自然环境都不一样，而且人会变得非常长寿，就是说实际上是还是充满希望的。但是呢，你这个回心转，就是你要多了解真相，你要在善恶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好，就是这个意思啊。首先你比如说比如说他还告诉你了，就是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就这么多年来，是不是法轮功学员一直在20多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说你要那个什么，就是可能会有大瘟疫啊，要真善人。而且这个他预言当中也告诉你了，你怎么能度过劫难，他就告诉你真善人，他是用非常易解的这个字，比如说善，他就说八王20口。然后忍就是你一撇横折钩里面一个丝，这不是钩吗？它3点加一钩，你把这个钩上下分开，上面是不是像个刀？刀上加1点，然后底下一个自私的私，右边这个自私的私，你再加2点，是不是一个心啊？这就是忍。真呢，那个繁体字的真，就是他就说7人一路走，引诱入了口。就是非常浅显，这是电话没办法给你比划，就非常浅显就知道那是一个真，他告诉你真，你只有所以你请讲。您稍等一下，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是哪儿看的这些东西啊？我跟你说，因为中国它信息不是流通的，这个太多了。其实你去这个旧节碑文，你在中国的那个也能收到。比如说你输刘伯温，再输旧节碑文，我这个其实国内的网站上有这个刘伯温的这个诗也有，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今天给你讲，你看还有皇帝地母经，我估计也有，你去找一下。皇帝地母经说什么？人民留一半，快活好桑田。它都这是一种宇宙观。对于古代的预言，不免有些人抱持怀疑，但也有些人会相信。特别是当您身在危难时，能保有强大的信念和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就非常关键。而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常年传播真相，告诉人们在绝望中要心存善念，远离邪恶，就会迎来意想不到的奇迹。但是呢，我今天就想告诉你，其实法轮功真的不是像这个就是那个所宣传的那样，中共所宣传的那样。法轮功的书籍被翻译了40几种文字，你知道它这什么含义吗？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达到了顶峰。而且呢，就是说就祛病健身的这个效果特别神奇，医院不能治愈的癌症、绝症、疑难杂症，通过修炼完全康复。而且就是说什么多年瘫痪的病人正常走路，神迹遍全球。那么这种祛病健身的效果也引来了科学家对它的这个研究。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华裔女医学博士叫董宇红，她带领她的团队对152名癌症的晚期患者，他们的平均预估寿命是5.1个月，就只能活5.1个月然后他让这152个人就练法轮功，结果呢就是他们的寿命5.1个月。我跟你说，他这篇论文震惊世界，发表在这个2016年发表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的官网，能够被他发表，就是说那是医生，不是随随便便的一般的医生能发表的，那就是他一生的荣耀。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现在97%的病人完全康复，症状消失，一个癌细胞都没有，而且还拍成那个很多的那个纪录片这在国外都能看到的。就说这是真的一个祛病健身的效果。你想想看，人是有寿命的，他这样能够大面积的改变人的寿命，这个古今中外的修炼没有啊。他为什么？他这个也是有要求的，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的。他的要求就是他先告诉你这个道理，宇宙的特性是真善人，你顺应宇宙的特性，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好，那这么神奇的效果，当然大家都相信嘛。那就是可以引领全世界各个族裔的人，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发自内心的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就是说这才是人类真正的出路。所以说这一次武汉肺炎，很多这个法轮功学员的这个国内外他的亲朋或者就是亲戚朋友
有的就是得了武汉肺炎，就按照法轮功学员的方法，他们完全康复。第一个，你要退出党团队。好，第二个念法轮大法好，完全康复，非常神奇。的例子举不过来。听到这里，您是否也像这位年轻人一样，对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感到惊奇呢？其实，从1998年至今，都有专家、政府和学术机构等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研究调查，发现很多人通过学练法轮功后，身体都有显著的变化，甚至是完全康复。现在有很多科学家也证实，静坐有助于大脑的活动能力，也可以使人情绪平稳，心灵状态是可以直接影响到身体状态的。当你的心灵健康时，你的身体状态也会跟着健康起来。而法轮功学员通过修身养性，获得良好的心理和精神状态，同时从内在带动外在，身体强健的效果也就不难理解了。那么三退一功提到的退出党团队又有什么寓意呢？另外我再想告诉你，为什么一定要退党呢？因为中共它是所有预言当中预言的这个就是一个魔，它是毁灭人类的。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共产主义是从马克思那来的，马克思他上大学的时候抛弃了这个基督教，然后信撒旦教。好，撒旦他总共有100部著作，发表的只有13部，在他其他的著作中明确的就写着他要把人类带往地狱，所以他有系统的编造了一个无神论啊。他实际上他就是你败坏人的道德嘛。你看中国现在道德被败坏成什么样，是不是？就是老人孩子倒地下不敢扶。你以为中国人的道德就是那几个碰瓷的老人带坏的吗？不是的，你以为就是那几个法官，那就是中国人气得不得了，这些法官怎么这么白痴啊？扶老人你为什么要把他判得倾家荡产呢？对不对？那个见义勇为的那女孩子要被流氓那个欺负了强奸了，见义勇为的人一定是被判刑。这法官为什么脑袋都进水？不是，是中共背后有规定有逻辑，他不允许你有任何对于正义的任何的反抗，这是他的逻辑。为什么共产党到处就在做坏事？是不是贪污腐败？你看这次就是把那个因为香港的问题把那个韩正爆出来了嘛，31亿美金，2个不同的女朋友生了1儿1女，2个私生子，他的女儿就是叫什么大地那个澳洲分公司的那个主控人。所以说这都他私生女，我跟你讲就别提了，他们在作恶，在那个什么，把那个老百姓的那个就害人吧，把中国社会道德败坏到这样子的。所以说呢，而且还有活摘器官，最可恶的。三退一功讲了中共的起家和揭露他们的恶行，使得中国社会道德沦丧下滑得非常严重。真心奉劝这位年轻大学生退出中共，远离邪恶。在一个一言堂的国家里，当他听见海外的自由声音时，他又会有什么反应呢？原来固有的观念是否会转变呢？我们下集接着说。